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汤哲，进入你的世界。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访问这个台湾区 GBWC 的这个比赛冠军，对，小腾腾的冠军。上个礼拜我们才看到这个奖杯。对，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GBWC 这个比赛吗？好 ，GBWC 就是万代举办的一个全球性的钢弹主题的模型比赛。那每年的6月到11月，它会在全世界大约16到17个国家举办。那它分为3组。第一个组别是 U14， 就是14岁以下的组，那再来是 U20， 20岁以下，还有一个是 O21， 就是21岁以上的组别。那这次我参加的是 O21 这个组别，每一个国家各组别的第1名就是冠军。对，官方也就是万代，它会提供日本的来回机票，让你去参加总决赛。我这次的作品名称是竞速高手 Race King。那顾名思义，就是把 MS 当成竞速运动的一个工具，而非战争兵器。在钢弹的世界观里面，宇宙世纪从0079年，也就是第一部钢弹1年战争开始，那一直到独角兽钢弹的那个故事，它是在0096年，将近30年的时间。其实整个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断的发生战争的。那在独角兽的故事结束之后呢，有迎来相对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和平。我的发想就是说，在独角兽的故事结束之后呢，没有战争了，那MS 用作其他的用途，运动用的，变成一种竞速运动的方式来呈现，这样子是一种反战的概念。对，是个反战的概念，没有错。因为我的构思大约是在2年前左右，那个时候差不多刚好是俄乌战争的时候。那因为那个时候每天在电视上看新闻，有拍到很多一些平民的状况啊，现场战乱的状况，那也是有一点感受啦。那想说，那我从这个角度去发想说，如果说今天兵器不再是兵器的时候，那它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？那你这次的那个钢弹就是用了很多不同的套件。这个背甲就是它是属于进阶海之耳的盾牌。这个工程车它是用铁血的战车去搭配MG 盖古克里面附的一个整备车，整配升降梯。它的本体是钢弹 Age 的机体。哦。那下半身是里杰尔。那这个贴片是哪里来的？自制的。哦，这自制的。对。这个红绿灯部分，它是用胶板再搭配万代的零件做成的。这个整配台呢，它是 MG GP02 的背包去做改造。GP02 后面那一块吗？对，它的背包。那你这次的那个颜色是用蓝色跟橘色？我这次是用福特经典赛车蓝橘的配色，然后再加入一点自己的变化去呈现。那本体的部分呢，我当然也是有在做一些细节的改造。那想说能够尽量跟原本的套件能够做出一点点差异感，这样子。那地台的部分呢，因为时间上比较没那么充裕，所以说我本来是打算再加入一些灯饰啦，或者是一些赛车竞速的标语。这次的作品听说蛮赶的，你大概花2个月时间就要把它完成。对，因为往年 GBWC 的截止是大约都在10月底。对。那今年可能搭配一些展期的关系，它整整提早了4个月，在6月底就结束了。所以说，当他4月中旬公布这个比赛的内容的时候，其实制作时间大概只剩2个半月而已。他公布到制作只有2个月。4月中旬公布嘛，那6月30截止嘛，也太快了吧？就是你只有这段时间准备而已啊。那这样对台湾参赛者很不利。对啊，因为像其他国家的，有的到9月，有的甚至到10月，就是每一个国家的截止时间不一样。哇，那你真的希望你可以为台湾拿下全球奖？当然也是希望有个好成绩，因为等于说在有限的时间尽量去做。逆风参赛可以这么说。也还好啦，才2个月。因为线上赛第一阶段就是用照片审核。对。那前2年在我自己觉得我在照片的表现上都不是很理想。对。拍起来感觉好像就没有拍出那种作品的那种精髓或是灵魂的感觉，所以这次呢，我就特别委托自达这边。就找我来拍，对，也是非常临时的啊，就赶快突然就我要拍片，就说可以帮我拍一下作品。对，就麻烦他帮我赶快抽空帮我。然后拍完就跟我说，可以赶快吗？当天可以给我。对，赶快有电子档，赶快整理一下，赶快送出这样子。那当然，实际收到照片档案的时候，真的质感非常的不错，甚至超过它本来的质感。因为我们在拍照的时候，我们会考虑到光影的效果。那有时候我们摄影师光影打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它原本的一些细节更加强调。那这个东西原本如果在没有拍照跟打灯的时候，一般来说是模型家他会用喷漆的方式把那些明暗喷出来，是做出来。但是摄影的光一打下去，就变成你做了你原本没有做的东西，就是我那个光线做出你原本没有的光影。
就它的对比就更加明显。对，原本是你们模型家要自己喷的，然后变成我用光打下去帮你做了这些东西，所以它变成是会加分的。其实摄影对模型其实也是蛮重要的。好，那对于想要参加 GBWC 的模友，你有什么建议呢？首先，你一定要看清楚官方的规则，它每年都会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。也许去年本来可以用的套件，但是到今年却不能用，或是去年限制的东西，今年有开放了，那就是你要在赛前，你就是要很清楚的去看它今年的规则是怎么样。那现在知道说确定不能用的东西，第一个，非万代模型事业部出品的钢弹模型套件，譬如说现在很流行的像机器人大战系列的，或者是装甲骑兵系列的啊，或者是恐龙系列的，这些素材是都不能放到你的作品里面的。那另外还有像是试玩部门的产品，譬如说像大家很喜欢做的 Artifact 那种小只的钢弹，因为它不算是塑胶组装模型部门，所以说它也算是违规项目。另外还有像是萝卜魂的产品，因为它是属于完成品，所以说它也不能使用。那第二个的部分是 3D 列印件，不管是补品或者是追加的零件，那目前官方都是禁止使用 3D 列印件的。所以小贴片也都不行。小贴片尽量可以的话，用自制的方式会比较保险一点。就是你那个模板自己切这样。你可以用模板啊，或者是一些纸啊、木头啊、素材都可以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水贴。虽然官方出的水贴不多，但是水贴是一个提升作品质感很好的工具。那所以说，平常如果有看到官方的水贴，就要赶快尽量收集起来。因为使用第三方的水贴的话，这是非常明确是违规的项目。再来就是报名提交的资料要认真准备。那照片的话呢，官方是可以让你提供10张，包含前后左右，那还有6张，你可以自选你喜欢的角度。那照片的部分呢，最基本的就是你要弄个背景纸，黑色、白色或是其他素色的都可以。那不要利用家里的客厅啊，或是工作桌去拍照。第一个，你的照片呈现来讲的话，你会变成说画面很杂乱，那变成说评审不知道他看什么地方。那第二个呢，如果说你的照片中有其他品牌的 logo 路径的话呢，只要一个 logo 路径就是属于违规啊。譬如说桌上的卫生纸啦，或是模型工具的品牌啊，只要秀出来就是违规。突然一个5月化卫生纸，不行，就直接4个，就直接4个。这个部分算是第一关最好抓，也抓得最严格的，所以那边就会刷掉很多人。对，很多人就会因为这样被刷掉了。那照片格式的部分呢，姿势是不能改变的，所以说你就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姿势下去呈现。那最后在送出之前呢，务必要检查你所有的照片，看有没有一些，譬如说像是零件脱落啦，或者是有一些固定的蓝定胶有外露，这个东西都可以在送出之前做修改。那在填写你的作品资料的时候呢，它会要你填写作品名称跟作品介绍嘛。那这个部分必须要注意说，你不可以去涉及到譬如说宗教啦，或是人身攻击啦、新三色啦，或者是影射其他的 IP 也不行。不能用其他动漫角色的名称啊，或者是其他电影的头衔，因为可能在第一阶段审核的时候呢，因为件数非常的多，那可能也因为跨国的关系，翻译没有那么明确，他们不会第一时间就把你取消资格。但当第二阶段你的作品到现场的时候，如果有这方面的违规的话，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前进到下一步提名。譬如说，今年我在现场就看到2件作品，其实我看他的做工真的都是非常的细。像一件是《魔物猎人》的作品，他就是把机体做成像是《魔物猎人》里面的角色。那还有另外一件是《艾尔登法环》，也是做得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精致。那因为这2个呢，都是明显从作品或者是作品名一看就知道说它是属于其他 IP 的作品。就是你只要跟别人有相关，不是他们半代的钢弹的，就是不可以。对，包含动画、漫画、影视或是小说都算在里面。时事算吗？尽量不要。譬如说，你不要用个什么美国某某总统啊，或者是哪一个国家某某总统，这个都一定会有问题。对，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幽默，但是毕竟比赛1年1次而已，我们就是把握机会。那你觉得像我们今天注意到这些点，那你觉得要怎么做才会比较符合评审的青睐这样子？对，首先呢，你一定要加入自己的创意。对，不管是去改它的配色也好啊，或者是增加新的零件也好啊，或者是把不同的作品组合在一起都可以。那我个人会觉得，如果说你能够加入自己的世界观，重新去诠释这个钢弹的世界的话，评审是最喜欢这种作品的。譬如说，假设你想要做钢弹大战外星生物，对，那你那个外星生物就不能做得像异形，最好是自己原创的最好。自己原创是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原创的是可以的。
哦，但是如果跟人家像的就不可以。对，你不能说那个外星生物看起来很像某一部电影里面的外星生物，那太明显了就。哦，所以它这种变成说，你刚刚说的自制零件可以，你原创的可以，就是要么就是这个 IP 是没有任何版权的这个，对，那就可以。对，没错。哦，那这样子其实这个地方就放宽，鼓励你自己做，不然就是用他们套件这样。对，譬如说像我们刚提到《艾尔登法环》那件作品，他如果把它做成单纯是奇幻，把奇幻风格融入那个机体的话，那这样子是 OK 的。哦，你如果卡到别人影射到，比如说现在金刚狼很红，就不用跟大家颜色这样。对，你譬如说你弄个金刚狼现在黄色的嘛，弄个黄色的，那你再加个3个爪子，哇，这一看就知道金刚狼，这绝对不行。哦，那这样这个就要很小心。对，没错。那最后就是基本功，像是分模线啦、汤口啦、无缝或是翼漆这种东西，就是一定要处理到位。因为今天当台面上所有的作品创意都很好的时候，评审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从基本功去看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影片拍摄的内容。那这个影片的目的呢，主要就是让很多想要参加 GBWC 的玩家呢，可以知道怎么样可以避开官方的这些限制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作品做得很好，结果不小心踩到别人的 IP， 或者用了不是班代出的这个模型套件，结果就被刷掉了，那被死得不明不白这样。因为其实大家做模型都很认真啊，那参加比赛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分享作品的机会。那如果因为一些违规的项目导致自己的作品没办法参加的话，或是被取消资格的话，那其实真的都非常可惜。很可惜，而且听说官方不会告诉你为什么违规。以前会，现在可能因为件数太多了，官方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你违规，他就直接跟你讲说你被取消资格了。好，那在我们影片的最后呢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冠军巴尼呢，他会放福利给大家。是，也就是这次只要你有前3名的话呢，万代会送一盒烟熏版的 RS78。那因为透明版的模型我比较少做，那我想说就透过这个机会，让大家抽奖。对，那抽奖的办法是怎么样？抽奖的办法呢？我觉得就是我们频道按赞加订阅，然后你在频道下面留言，就是你看我们这一部影片的一个心得或反馈。如果不知道写什么，就直接把你好出来。对，那我们会在这个影片的播出的1个礼拜之后呢，我们就用那个线上有一种 APP， 然后去抽奖。抽到的话，这盒烟熏版模型就会送到你家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那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们是参路者，进入你的世界，拜拜，拜拜。